我们今天来讲一下越南的富贵岛。那很多人会以为富贵岛就是富国岛，那其实这两个岛屿在越南其实是一个东南西北是差蛮大的，虽然都是在南越。富贵岛它是在越南的东南方，那富国岛是在越南的西南方，所以这两个东西算是蛮差别很大的。那去富贵岛都要先坐车到潘切，然后再坐船过去。那富国岛是直接有机场可以下降，所以可以直接坐飞机过去的。简略介绍一下富贵岛。富贵岛目前是接近台湾小琉球的大小，大概比小琉球还大1倍而已。绕一圈的时间大概只需要半个小时就可以绕完一圈。然后它目前的所居住的人口大概是3万人，所以目前这一个岛屿算是比较偏外的一个离岛。到富贵岛之前，你要事先买好船票。那我单程去搭船的费用，也就是说从潘切搭船到富贵岛的这一段距离，那么它的费用是37万单程。那你来回的话就是 double 的费用，也就是单程费用大概是430块钱台币，那你来回的话大概是870块左右，大概接近900块台币的来回费用的船费，因为它搭船需要2.5个小时才会到达你要去到的富贵岛。我这一次一样到交流道那边去上车，唯一不同的是我这一次去潘切是坐了12人座的小轿车，而不是坐大巴士。因为我是在交流道上车，所以他上车没多久就进到了龙城休息站，然后进行休息。顺便呢，他休息结束的时候呢，吃完饭，他跟大家开始收钱。那我顺便也跟他讲说，我是要在哪里下车，我有给他看了一下我的地址。司机也非常好心的，直接把我送到饭店的门口，让我下车，就不用再去下车之后还要叫 Grab 或者是叫 Seon， 然后再到我要的饭店。他直接就把我载到我要的饭店门口，就让我下车了。大姨，不推的，不推。chỗ nào cũng thủy. Chỗ nào? Chỗ nào? Chỗ này nè. Chỉ đi chỗ đây thôi. Chỗ này thôi. Chỉ đi đây thôi. Sẽ qua Hòn Bình Sơn ha. Bình Sơn lên. Khách sạn Kho. Đúng rồi。到了饭店以后，我就办理入住，因为这个饭店的员工他并不熟我在订房的系统，就是 Agoda， 所以他在那边找了很久，然后最后才询问他们的老板，才知道说要怎么样办理入住。然后在这边也有一个小插曲，也就是说，他这家饭店在 Agoda 的订房网站里面是靠近，它是非常的靠近的那个港口的位置。那实际上呢，我们去 Google 上查，它的地址竟然是距离它大概还有2-3公里远，所以算是一个蛮大的一个误差。就是说 Agoda 上的地图是不对的，Agoda 上的地图跟地址是对的，但是标示的地图却又错了。我本来想说是用走路的就可以到港口，结果弄到一早，我必须在早上5点多的时候就要搭计程车，然后就到港口那边去，就多花一趟的计程车费。因为我们的船票是早上6点半的船票，而且他在票上也说明了必须提早45分钟前到富贵岛。只有2班船，一个是早上6点半，再来就是早上7点多的船。那我们就尽量早一点到那边，所以我们是买了6点半的票，因为6点半的票船比较大，那7点多的票船比较小。我们5点多的时候就搭了计程车，那个时候天都还没有亮，那还是昏暗的。到了港口的时候，天大概都已经亮了。我们就等着时间到，就准备登船了。
我们在等待的时间，我也不敢去吃早餐，因为我怕会晕船，所以我也事先买了晕车药还有船药。时间到了，那就是直接登船了，然后你就直接拿着你的船票给他扫一下barcode，然后他会叫你拿着你的护照跟身份证，然后去给他们做登记查验。因为在这里记得要带护照，他一定会去登记你的护照跟资料的。它整个船上其实还蛮大的，里面也有冷气，它分成上下2层。那我们坐下层把东西放定位之后，我们就到了甲板上去。因为我怕晕船，所以我几乎都坐在甲板上。我在船舱里面就看到有人开始打地铺睡觉了，真的是处处是我家。时间到了就开始发船，他是用小船去拖它出来的。把我们拖出港口的时候，船就正式的启程了。接下来就是2个半小时的船程，大家该吐的吐，该晕的晕，很多人在那边连站都站不稳，因为真的浪还蛮大的。在这里风浪非常的大。在我面前这一群小妹妹，她们都站不住。其实我在富贵岛遇过她们，里面有遇过2、3次。一下船的时候，你就看到很多这种 Gucci 的摩托车，那我觉得好像就变成一个岛上的特色，而且变得非常的可爱。那当然，我也租了一台这个摩托车去骑。我是没有在现场那边租摩托车。因为饭店有派车来接我们，所以我们直接先回到饭店那边去休息。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住的地方。这一间饭店是我们在 Agoda 晚上订的。后面我也租了一台摩托车，只是它的油盖它是用塞子塞住的。OK 啊，咁你用緊嚟啊？啊，không sao đâu. Không sao đâu. Hiểu rồi. Có xăng không? Có, vô trong cây xăng đủ. Bây giờ còn có xăng không? Lát mình vô, mình đổ, mình đi chơi, mình vô đổ. Nhưng mà ở quốc tế, phần lái xe quốc tế. Anh đi nhớ đội mũ nghe cho cẩn thận nha, cho người ta khỏi có chặn. Đi đâu là phải nhớ đội mũ nha. Họ đi đâu là đi đội mũ. Đừng có đeo mũ là nó phạt mình. Cái này công an đã nhiều mà. Dạ, đúng. 饭店再往前走一点，就是有名的丹参树。那它为什么有名？它其实就是一棵树。这里的人他很喜欢在这棵树下拍照，然后目的就是为了留一个好的、完美的图片。超出我的想象，竟然可以站在这里排队2个小时，然后呢，就为了拍这一张照，然后再拿去跟大家炫耀。真的很佩服这些小妹妹。这些人工作跟念书不知道有没有这么的努力。当然我自己也自拍了一张做纪念，只是拍得不好看。由于我们下了船大概10点多了，我们都还没有吃过早餐，所以我们就准备去吃一点当地的小吃。那这种东西就是所谓的跟板姜鹅很像的一种东西，当地人是叫它为板姜芒肉的一种东西，而且是板姜芒肉富贵，就是富贵的一种特别的一种虾酱。它这种虾酱会比我们平常吃的虾酱味道比较淡一点，
我平常是不吃虾酱的，但是在富贵岛的这一个特有的虾酱呢，味道是比我们平常的味道还要淡，所以比较甘甜一点。那这个是我能够吃的、能够接受的虾酱口味。在吃的时候，刚好认识了一个海产店的老板，他邀请我们今天晚上去他们的店里面吃饭。那我们今天晚上也答应他要去他的店里面。吃完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帮我们的小摩托车加油。那在富贵岛只有一个加油站，就是靠近码头而已。那其他的加油站都是像我们这一类的特别的临时性的散家性的加油站。对，不要怀疑，这种就是加油站。甚至有些人是卖酒瓶的，也就是说你去他们的杂货店就可以买到，跟他讲说你要加油，他就会卖你1瓶加油站，然后帮你加油进去。我们加完油，接下来就是往东走，就是沿着海岸线往东边的方向，大概15分钟的车程，你就会遇到了一个叫做背包客的斜坡。那这个斜坡还蛮特别的，它是一个完美他们经常也是拍照的一个地方。这个斜坡在它的左手边的海边其实是很漂亮的，你就沿着这海边看着湛蓝色的海滩，它其实是蛮漂亮的一个风景。在过去200公尺就会遇到一个旗杆，它就是越南的当地的一个富贵岛的一个地标，也就是它靠近它的西南边的一个地标地界。接下来往北走一点，就是会遇到所谓的快乐沟这个地方。其实我对这个越南语的翻译，我一直不知道要怎么翻译这个字比较好。因为它的越南语是叫 Gay 松神，那 Gay 是什么？Gay 就是2个峡谷之间的河流或溪流，或者你叫沟也可以。然后松绳这个字就是很爽快的意思，就是很高兴、很爽，就是舒服、爽快的最高级。基本上我们都会翻译成爽这个字。绳这个字比较常在男欢女爱的时候比较常会遇到。所以就是绳就是很爽的意思，在男欢女爱里面会经常用到这个字。这边它在中间有一个海沟，有一个水沟，那么它拍照过去的时候就像是跟着海岸连着一起的感觉，所以也有人叫它无边湖或是无边海。那在这个地方拍照的时候，如果你在底下，你是可以从湖泊直接拍到海边去的。因为在湖泊那边拍照的人非常的多，我就没有下到海边那边去，因为我也穿着鞋子，我并没有带着泳装下去，所以我大概只在上面这样子看一看，我就离开了这个地方，然后拍了一下这边的风景。往北走一点，你就会遇到一个大师墓。那在这个地方，它是美丽的富贵岛上的一个精神上的一个圣地。那很多旅客都会来这边祈求和平。在这里流传的一个塞纳大师的一个传奇故事。塞纳大师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而且他是商人，也是一个有名的医生。主要他又不是本地人，他是一个中国籍的华裔。然后他在阮朝时期的时候，因为船沉没了，然后到了这个岛上，然后他就在这个岛上居住了下来。那备受这当地的居民的敬仰，因为他医术跟仁慈，让很多人摆脱了疾病，所以
变成一个让人很尊重的医生。接下来就是往山顶上走，有一个地方叫灵山寺的地方，叫左林森。这里是整个富贵岛最高的地方，当然它旁边也有电台，它可以整个鸟瞰整个北边的富贵岛的全景，它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我们接下来到了最北边的地方，觉得有点累，我们就直接找了一家咖啡厅进去里面休憩。结果发现这咖啡厅还很漂亮，它户外有很漂亮的海岸岩石，可以让人家休憩，会觉得这个地方会觉得很舒适。B 也是一家美丽的餐厅，但是我们并没有在那边用餐，我们最后决定要回到我们住的地方去吃海鲜。最快乐的时光就是享受美食。晚上我们就按照约定，跟着那个早上遇到的那位老板娘到他们的饭店来吃饭。那在这里的餐点都是海产类，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他这边只卖他们富贵岛的专卖的一些海产，像我们平常吃的蛤蜊那一些东西，他们这边是没有在卖的，因为富贵岛并没有生产蛤蜊这一些东西，像米哈萨这些他们都没有在卖，包括生蚝它也是蛮特别的一个品种。吃到一半的时候，老板娘也出来跟我们打了一声招呼，然后来介绍一下她这里餐厅的一些特色菜，然后也告诉我们她今天的2个比较年轻的服务生，13岁跟12岁的那个都是他们的小孩子在这里打工。也就是说，在自己的家里面来负责帮佣，才13岁而已。không phải con của em đâu. 那 con của em. Được rồi. 我们回去睡了一个好觉，隔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发现整个的风变得非常的大。我们很怕一件事，就是下午的船不开回去了，就是停船了。我们一早呢就去了菜市场，我们想看看在这个菜市场有没有什么新奇的事物，然后也在这里可以顺便吃个早餐。我们发现到他这边的早餐还蛮特别的，而且口感非常适合我们。基本上我在越南是不吃腌制的青鱼或是腌制的鲔鱼这一类的东西。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习惯在菜里面或面里面加这些东西，会把它加的味道非常的重。那越南人当地人都喜欢这一个口味。可是在富贵岛我发现到只要是就是虾酱或是鱼露这一方面的东西，它的味道并不会很重，而且是很特别的，包括他们的腌制的一些的鱼干鱼酱这一些味道都蛮鲜美的。我们现在吃的这一种叫本缸，当地给客人坐的板凳是又矮又小，让我坐的有点很不习惯。小板凳在北越有一个专有的名字叫给老狗松。就在菜市场里面找看看有没有什么新奇的东西让我们可以看的。结果我们发现到在这里有人做小卷干，这个到底是小卷还是套 Q， 其实我也看不怎么出来。这次我们顺便介绍一下各个品种的套 Q 这些越南语的讲法。基本上他们在鱿鱼类的东西套 Q 软丝他们都叫焖，可是你要是细分这些品种的话，他们有这一些的讲法。那么昂基本上就是我们平常吃的透抽套 Q， 那猛南就是我们的花枝墨鱼，猛辣就是所谓的嫩西辣，就是我们在越南在台湾讲的软丝，
扔洗啦。在越南还有一种叫 Mexin， 它其实算是一种菜肴，但是它的样子就是像小卷那种小小的，然后不会很大，然后大概就是一个手指这么大，非常很像小卷，类似像小卷那种鱿鱼。他们当地人都叫它 Mexin。然后还有一种菜肴也叫 Mexen， 那这个通常是指比较小的，然后带有蛋的一种鱿鱼。它有可能是属于小卷，也有可能是套 Q 带有蛋的一种菜肴。那这种我们也都叫它们蒸。回归我们的影片这一边来看的话，那我们现在这个在富贵岛这里到底是什么鱿鱼呢？那其实他们当地人叫猛鹰，那这个算是一种富贵岛这边特别的品种，在潘切富贵这一带算是他们的特别品种。它能拥有了猛鹰呢？我算是在潘切富贵这一带的特别的品种鱿鱼。那有机会你也可以带一点回去当特产来品尝，算是蛮特别的一种纪念品，或是一种特产。当然，我个人在快乐沟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也有买一盒。那这一盒的价格是9万块越盾，我觉得这个东西吃起来非常的甜美，非常适合下酒。回去之后，我有点后悔没有多买2盒。最后在菜市场附近逛了一下，然后就找间咖啡厅喝杯咖啡。他在等你。在菜市场旁边的小咖啡摊，那这个其实它除了卖早餐，当然它有很简单的咖啡。那我一般习惯性都会在这个地方点一杯无糖的咖啡，然后坐着休息，然后顺便看一下这人来人往的人潮。在这里，我们又遇到了当时在船上的小女孩。只能说富贵岛这个地方真的很小，所以呢，很容易就遇到我们之前遇到的观光客。mình gặp cho ở trên đảo chú thấy hai chị em mình cà lợ chú mắc cười quá chú mày. Rồi anh được có xem là cái này mà ăn ở岛，我先按几公有公托也看到公牛。经过聊天了解，他们是一家人，那他们是从隆安过来旅游的。然后小女孩只有12岁，然后大女儿有18岁，他们准备来这边旅游3天。那我只打算来这边旅游2天，所以基本上我们大致上了解一下，互相的交换一下资讯，我们就准备要回去了。我们回去之前就到了。他们也是一个完美的风车景点，那个地方去看看，在最后的这几个完美景点留下一个最美的回忆。今天富贵岛海风特别的大，真怕船没有开，我们回不去，被放了在这一个孤岛上。我们大概中午12点的时候就已经到了码头了，然后到了码头之后就把摩托车停在码头上。至于钥匙交给谁，他们是说不需要交给任何人，很安全的，你就把钥匙插在摩托车上，你就可以这样子潇洒的离开了。对，都不怕被偷。饭店是说，反正过了几天后就会有下一个客人再骑他的摩托车回到他的饭店。我们在等的时候就看到船在那边晃来晃去，今天的风真的特别的大，我还不知道等一下上船的时候到底会晕成这样子，马上吞了一堆晕车药。
上船之后，整个船晃到不行，甚至还出现了海浪的撞击声，震动声也非常的大。船大概跑了2个半小时之后，终于回到了潘切，当然大家也吐完了，然后我们就在这边顺便吃了一点晚餐，等待车子过来接我们回家了。但是却发生一件很悲惨的事情，就是因为我在富贵岛时间我没有去注意到有车行还有传简讯给我。由于在富贵岛这2天我并没有很仔细的去看我的简讯，而导致我的车票被取票，也就是我的定位完全被取消了。这时我有千万个草泥马，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打电话来确认你的定位，所以只传简讯跟你讲，你只要没有进去付款，你就当场所有的定位都会被取消。这都是越南的做事风格，你必须要习惯。更好笑的是，去程的时候定完位，我是上车付款；回程的时候，你几天后他传简讯跟你讲，你没有当场去网络付款的话，你当场你的位置就会被取消了。虽然我们在回程的时候，在整个旅途里面造成了一点遗憾，但是完全不减我们在旅游的好心情。影片到此结束，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今天的影片。